你要载具吗？不用，载具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只是不想耽误别人的時間，硬回答了說不用。這四個字從左向右看，還是從右向左看呢？人哋真係花膠嚟㗎，叫魚肚啊！習慣了有邊讀邊的我，嘗了這一碗60塊錢的魚肚，結果白色的這個是白菜，我以為是魚肚。台灣和內地有很多的不同。第一次到台灣的我，經過10天的觀察，積壓了很多的話在心裡。但是中國和台灣太多的敏感，該說還是不該說呢？又應該對誰說呢？台灣的食物和內地同根同源，粵菜、福建菜、上海菜、山東菜，樣樣都那麼對味。除了這些，還有日本人摯愛的海鮮刺身，韓國人摯愛的炸物，令這裡的飲食文化更加的多元。像這一道金槍魚刺身，就真的是鮮甜到會在嘴裡爆炸一樣，品質比日本的都要好，價格卻比那邊的要低，絕對是高性價比的享受。但是你就得忍受這市場裡面沒有空調，並且還會混雜有其他海產的味道的環境。大腸包小腸、蚵仔煎、鹽酥雞，還有珍珠奶茶，久聞大名了，我都嘗了個遍。除了甜不辣，暫時還不知道它是甜還是辣。這一次我們在台灣吃到的最難忘的有天麻鴨湯、廣東粥、白切鵝肉等等。我和同學的評價都是認為他們雞有雞味，鴨有鴨味，意思是肉材本身的品質就很高，就是那些批量式、快速化、飼料餵養出來的肉材所不具有的。我們廣東菜的精髓是要吃到食材本身的味道的，比如說白切雞就只是清水烹煮一下而已。如果是泰國人吃的話，應該就不太習慣了，因為泰國食物是對醬料非常的注重，醬料才是他們的精華。而廣東菜的精華呢，就是食材的本身了，所以大多都只是簡單的清蒸或者蒜蓉炒一炒，就是為了不遮蓋食材本來的味道。而台灣的店家不僅僅是將這些做法保留了下來，甚至是家禽的飼養方式也沒有為了產量更高或者速度更快而改變。這邊的路邊小店每家都只是主打一樣菜品，而不是像香港的茶餐廳，炒飯、湯麵、甜品樣樣都有。也許是因為只需要專注特定的菜品吧，所以每一家店的出品呢都能夠令人印象深刻。像這一道鹽水雞，我連續吃了2天都還沒有覺得膩，剪視頻的時候還在頻頻的流口水。夜市也是台灣文化的一個代表符號，特別是最為著名的台北士林夜市，真的就是包羅萬象，吃喝玩買都有，似乎就是在告訴你工作已經結束了，快點將包袱放下吧，回歸到這一個最簡單的快樂和美食當中。但是你同樣也是需要忍受這裡簡單的布置和悶熱的天氣。台灣是一座寶島，四面環海，美景就當然不少。但是這一次的時間有限，我們就只是參觀了野柳地質公園和九份老街，最後再看了一下黃金瀑布，但是也足夠令我們難忘。不管是自然界留下的奇觀，還是人為遺留下來的生活痕跡，似乎都在展示着天地人的變化軌跡。同樣，參觀這些也是需要忍受擁擠和高溫帶來的不適的。也許所有的享受都是要付出代價的。40年前，我鄉下還在用柴火煮飯的時候，樹葉還沒有等落到地上，就已經全部被村民撿走了。現在呢，有了煤氣煮飯，不再需要它了。就這樣，在樹林裡堆積成山，最後腐爛，又帶來了惡臭和蚊蟲。
有杀虫剂可以解决了吧？但是谁又知道这将会对环境气候带来多大的影响？在台湾出行的体验挺是自在的，地铁、高铁和路边招手即停的的士，还有网约车 Uber。終於食咗鳳梨啦！係哇，又有西瓜喎！有啊，游客在这里生活也算是自在，像酒店会附带有洗衣房，711里面会有兼营的打印服务，他们都是在几步之遥。充分利用资源是一种很有智慧的做法。像这里的地铁站，同时也是地下的商业街和应急的避难场所，一举三得。台湾地铁的购票方式和内地和泰国的都有不同。简单的来说，台湾的是按售价来买票，而不是按照你要去的站点来买，这就要麻烦一点了，因为要多一道对比价目表的工作。它高铁的座位安排也是和内地有所不同的，它多了一个自由席的这么一种概念，意思是你买到了一张不指定座位的票，你去到自由席的车厢，看到有空位就可以坐下来，给那些没有提前规划行程的乘客多一个选择。这边的座位号用大大的字体来做标示，一目了然，降低了因为误解而产生争执的几率。车厢里面的秩序非常的好，什么大声喧哗、抢座、占座、手机外放等等的现象，真的是完全没有见过。即使是流动贩卖员在销售的时候，也都是轻声细语的。人人都想要自在是没错了，但是也要知道还有别人的存在，不应该让自己的享受变成别人的难受。台湾公共场所的指示牌是更加侧重功能性的，文字都写得非常的大，让你远远的就可以一目了然。而内地和泰国呢，很多时候都要强调美观上的留白，从而会牺牲了一點顯眼的效果。像这个厕所的入口就被贴成了紫红色，你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。門口整個好大個顏色，好遠你都可以睇到啦，就唔使去再揾啦。在电影院、演艺厅的关键的转弯处，都会安排有工作人员指路。散场的时候就更加了，有上千人同时要离开，如何又快又安全的实现，除了需要学习研究，也是要不断的检讨、不断的修正的。公共场合是需要管理的，这是一门专业，需要立体思维强的人才能够设计出更加科学的路线。像台北车站这里，地面指示、吊牌指示、墙面指示都用上了，还运用了不同的颜色来让你更加容易的识别出来，像是厕所啊、升降电梯啊这些会被高频使用的地点。这些是管理方的工作，而作为身处其中的个人呢，也是需要管理好自己的。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关注自己的需要，比如说离场的时候只顾着回复手机短信，说不定就会摔倒而产生了安全事故，既伤害了自己，也连累了别人。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。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进入良性的循环里的，那就是你好，我也好。轰轰烈烈不如平静，前路没有那么容易。大肠包小肠，如果你可以攞啲食。我在这里拍视频，没有看到有车子过来，但是他礼让了我。我们两个谁对谁错就已经不重要了。在这个拍照打卡点，轮流来拍照，你好，我也好嘛。为弱势的群体提供帮助，让他们可以大方地开展正常的生活，因为大家都难保有一天我们也会遇到困难。在机动车面前以肉身走路的我们也是弱势群体。我是非常喜欢这里的绿色人行道，因为再也不用战战兢兢了。这种感觉，常年开车进出的人是不会懂的。
这一次在台湾住了3间酒店和1间民宿，房间都很小，隔音也都不太好。如果在走廊里面大声的吵闹的话，是一定能够听得见的。但是在这10天里，我们几乎都没有被打扰到。即使最后一天住的这间民宿，我是几乎能够听到旁边房间里传出来的手机铃声的，但是最后我也没有被吵醒过。大家都控制了自己的音量，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还有别人在。在这边的餐厅吃饭也是需要自己收拾餐具的，要扔到指定的地点去。可惜的是，可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清洗吧，这些餐厅都是在使用着一次性的餐具，这个对于垃圾清理来说压力就很大。进出餐厅、酒店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留意身后的门是否已经关上了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动作，其实是会养成一种你也要懂得为别人着想的品德的。这个和顾客就是上帝是背道而驰的。人人都想当上帝，那谁来为教堂扫地、点蜡烛呢？这是从高雄机场降落前看到的景象，远处是连绵的高山，前行方向的左边就是大海了。能够使用的就只有山海之间的这么一块，公路、河流、民居、农田相互交错在一起，楼房都不太高，可能是因为要提防台风、地震的关系吧。但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，提醒了大家生活不易，要懂得珍惜。进入高雄市区，楼房有新有旧，但是看起来都挺是结实的样子，街道也算是整洁宽敞。到了台北就要拥挤很多了，即使我们已经住到了中心区以外，都依然能够感觉到生活节奏是明显加快的。这里可以用的空间也变得更加的紧张，很多餐厅都需要排队轮候，一位餐厅里是只能摆得下3、4张桌子这样。有些排队拿外卖的人龙都排到了另外一条街去了，但是好在都算是乱中有序，排队归排队，也不会说挡住了别人店家的门口，更加不会挡到行人的通行。网络时代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台北的实体经济，像是这种服装店，在国内的要么搬进了大商场里，要么就是彻底消失了。看着这些楼房，我同学说，这就像是国内20多年前乡镇上面的那些建筑，还很纳闷地说，为什么不能够拆掉了重建？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像是酒店的那些隔音的问题吧。国内的这30年的发展，的确教会了我们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摧毁的，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。但是如果这条道理是正确的，我们现在新建的，以后也是会被摧毁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它已经变成旧的了。我并不是要反对新建或者重建，更加不是认为过去就是比现在要好，我只是认为发展应该至少有2个层面，一个是物质，一个是精神。而家小朋友攞咁多禮物開心啊！有些物质层面的短板是可以通过精神层面的力量去克服的。反过来说，当精神层面有了短板，靠着物质却是无法弥补的。建一栋楼3、5年就能完工，但是立一项美德没有30、50年是立不起来的。我有一个很傻的想法，如果说立德要30年，那建楼的速度也放慢，变成和它相同，也花个30年，是不是结果会更好一些呢？无论你认同还是否定，都不重要了。这个世界瞬息万变，还没有等我们想清楚，太阳都已经又在落山一次，升起一次了。城市建设的发展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，照片、视频也能够捕捉得到，它更加容易传播。
而精神文明的发展呢，是无色无味更加无形的东西，它太难传播了，所以成不了气候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等待你的答案。